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在今天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国际头版消息，通通都是南海的政局发展。昨天晚上呢，突然之间，他们的总统尹锡悦宣布了戒严令，要求所有的人呢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好，结果呢，在国会外头就涌入了抗议民众。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漏网镜头啊，包括呢有外国媒体他们就拍到了这一位前美女主播，同时间呢也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他呢是直接抓下了这个枪口，然后呢呛这一些军人说：“你拿枪对准国民，不羞愧吗？”另一个部分呢，也拍到了，竟然呢有这个军人，他们直接呢是跟大家来鞠躬致歉，原因是因为总统下令，他们必须要站在前面，但是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合理。大家就问了，尹锡悦谁给他的勇气呀？为什么他愿意，或者是他敢下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动作？大家就抢啦，他是以为他是朴正熙，是全斗焕还是卢泰愚？他认为所有的军人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吗？为什么现在尹锡悦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很多时候呢的分析都是说跟他个人有关系，毕竟他现在呢面临了要被弹劾，好，包括了他的太太的问题。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包括了说涉嫌收贿，拿人家10000元的包包，好，甚至是呢，可能里面呢还有高昂的礼物，通通呢就是以检方说没有犯罪的嫌疑不予起诉。而他跟他娘家、他的妈妈、他的哥哥，这当中呢涉及的一些可能是内线交易的问题，也同样不起诉。但是呢，在韩国民间很多人在讨论，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来讲了，说尹锡悦最后是有被迫道歉，也说了他们会有更广泛的调查，可是问题是要求拒绝反对党所要求的调查，而这一些东西呢，在南韩的国会里面，先前呢就已经有万人联署，80万人要求弹劾尹锡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太的问题，还有先前的一个士兵溺死案的调查问题，还有包括了他造成两韩局势紧张，毕竟他上任之后就非常亲美，而且他很亲日，没有排放日本的核废水这个议题上面去阻止日本，这一些都构成了大家认为他应该要被弹劾。在目前为止呢，大家就讲了，他线下基本上呢是已经被在野党给弹劾了，而在最快星期5就会进行他的弹劾投票。另一个事情则是他发起这个戒严令，后来才知道，原来连他们自家人都不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党魁，执政党党魁，他一手所提拔起来的爱将，自己都不知情，甚至呢，现在也要求尹锡悦必须要退党。大家就讲了，那这样子是不是所有的情势在这个事件过后，完全都不站在尹锡悦这个面上了呢？现在呢，韩国最大的工会也宣布了要无限期的罢工，直到尹锡悦下台为止。大家讲，尹锡悦现在在他们国内的民调其实非常的低，也因为啦，他当时选上的时候，跟李在明，也就是他的对手，只差了0.75%的得票而已。而现在呢，这个他上任之后，包括了李在明多次的被他起诉，甚至呢还直接把他给关进了这个拘押里面。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文在寅这个前总统，甚至呢也曾经有被涉弊而要求搜索，变成了被告。尹锡悦现在在国内的政治声浪，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低的，而且他在参与国外的事务里面，常常呢闹出了笑话，包括了拜登跟他握手，但是呢没有看到他，又或者是说呢，现在在整个国内的情势里面，支持率已经跌到了17%，是上任以来最低。如果现在再被弹劾成功的话，很有可能即将就必须走马下任。那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昨天的这个政治动作？到底谁给他的勇气，让他认为他可以宣布戒严？我觉得主要还是判断错误啊，他的政治判断接近这个有一点白痴、政治白痴的一个程度啊，这个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先看一下美国，美国在韩国有驻军23000多人，这么多的美国驻军在那个地方，那情报人也不用说，美国的整个势力在韩国那是很巨大的啊。
不只是经济利益、政治团体，还有情报特工人员都在这个地方。尹锡悦认为，他这个从上任以来，从2022年上任到现在，他完全追随美国，他跟中国大陆几乎是决裂了。美国要他改善跟日本的关系啊，然后他马上就亲日哈到把韩国人的自尊心都伤了。为什么说呢？慰安妇的问题啊，他不去保护韩国的女性，就好像台湾有某一个政党不去保护台湾被日本欺负的那些慰安妇的台湾的女性，例如说强迫劳工、强迫奴工，他也不保护。他的哈日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状态。您刚提到的核废料排放出来的时候，核污染水，他也不去坚持要求说一定韩国要去自行的检验，检验完了以后由韩国的这个检验方来确定有没有造成核污染，都没有。完全去满足美国的要求，改善跟日本的关系，讨好日本人，然后让韩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当然，台湾有个政党也干了同样的事，但是呢，台湾人民的自尊心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打击，这真的是令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啊。那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它本身的倒行逆施，其实就4个字：倒行逆施，让整个韩国的情况，经济情况不好，政治情况不好，搞政治恶斗，然后再加上他自己跟他的太太，他太太的妈妈，他们的整个这个家族丑闻缠身，贪污贿赂、操纵股市，各种难听的难看的事情，然后他一昧的护短到他的整个声望已经跌到历史的谷底，然后他还继续的干下去。其实跌到23%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说这是很危险的，他还继续的护短下去，跌到今天的17%。好，不但如此，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韩国的国会的改选他的政党惨败，就好像台湾某个政党在国会惨败一样，变成最大的在野党，而国民党变成最大的执政党，而在韩国共同民主党变成最大的执政党，也就是突破了50%以上的这个得票数，已经拿到175的席位。韩国的国会只有300席，最大的在野党变成国会的执政党175席，破了150席以上。理论上讲，你就应该遵守民主的精神，任命最大的政党作为他的这个政府的首脑，也就是台湾的行政院院长，由他来组阁。结果你看，这个尹锡悦继续的让他自己的政党来组阁，这个已经倒行逆施了。台湾也一样，也已经到倒行逆施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韩国人已经到忍无可忍。到忍无可忍的情形下，美国的23000的军人在那个地方，美国的军队没有真正的部队的指挥权，因为部队的指挥权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而这个尹锡悦竟然没有跟白宫事先打招呼，没有先经由白宫的同意，然后就贸然的开始进行这个宣布戒严。10点多宣布戒严，我们那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结果呢一看，哇，这么大的事情啊！我第一个反应是，美国人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不是经由美国人批准了？接着我又看到台湾有某一个政党，绿色的政党，突然间蹦出一篇文章，呼应尹锡悦的戒严。我看了吓了一跳，我就知道，他把他的底泄露出来了，也就是他迷恋国民党时代的戒严，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戒严。然后呢，看尹锡悦如果能成功，那背后是美国支持的话，那他也可能要在台湾搞戒严，也说不一定。哇，我看的真的是全身冷汗啊！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韩国成功，那就是台湾的未来，吓死人了。好，还好他失败，结果韩国的国会有勇气，韩国的国会议员站出来，包括执政党的国会议员的党首韩东勋都站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勇气真的是给我们台湾人好好上了一课。但是我觉得尹锡悦现在他自己本身，如果最好的状况是立刻辞职下台，不要被弹劾。
弹劾以后就难看了，到时候再送到法院去，我觉得尹锡悦最后的下场也是进监牢。最好的一个状况是赶快辞职下台，跑到美国去避难吧。好，其实呢，在韩国现在我也看到一些报道，他们有强调说，尹锡悦呢，他并不是无来由做这件事情，好像先前呢，他们也有做过一些类似的民调，或者是呢，他有做过一些咨询。好，现在呢，也传出当时呢是国防部长给他的建议，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彬哥了，这不合逻辑啊，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当过检察总长，他也应该要知道，你现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进到国会里面，马上就会被完全的推翻、完全的取消嘛？那怎么还会有这个勇气做这件事？因为他以为我只要把军权掌握在手中，我出动军队，你反对党如果敢进国会，我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那这样我就没事了。就是他其实要进行不是单纯的戒严而已，他进行的是一场军事政变，所以军队也开出来。可是我觉得他完全搞错状况。第一个，南韩真正的军队指挥官是谁？不是他，对，是美国人呢，又不是你。对啊，你以为你能够掌握军队吗？然后这个金龙显，据说他9月就开始在策划，策划就是想要用政变的方式，用戒严的方式来巩固这个尹锡悦的政权。可是这个国防部长金龙显9月才上任。他之前是他的警卫处长，也就是他的贴身侍卫，所以他自己连军中的这些权力相关都没打点好，你怎么会认为他突然之间去当国防部长，然后就可以领导军队叛变？你想太多。所以昨天我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看。你看南韩军队虽然到了现场，有敲破窗户走进去，然后走进去就结束了，他们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啊。你看那个国会的办事处人员把椅子这样一挡，他们手推一推就算了。就这样意思意思就算了，因为军人有觉得很奇怪，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在搞这一套，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你4000年招呼都没跟美国人打，你怎么会认为美国人会支持你做这件事？这不是很好笑吗？其实在我看来啊，尹锡悦是因为被逼到一个绝路，他在国会之中，因为现在他的党已经变成小党，真正在国会掌权的党不是他，是，然后他一直被步步紧逼，然后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党也不支持他。其实他们那个党的党魁已经好几次跟他唱反调，然后甚至他已经被迫到要成立监管第一夫人的办公室，这么难看的事情。说真的，当一个总统已经被逼到这种程度，其实已经可以下台。你要特别成立一个办公室来监管你老婆，这像话吗？但是他还是在那边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他是内外交迫，也就是外面他的政敌不断的紧逼，他已经没有空间，因为他的预算被大删，然后几乎不断的被提出弹劾，然后在家里头，他老婆显然权威比他大，他被他老婆步步紧逼。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在外面已经被压到退无可退，在家里头又没有逃生的空间，那请问一下他能怎么办？他除了选择这些，还是蛮惨的啦。我个人是觉得尹锡悦是被逼选择走上这条绝路，因为反正对他来讲，他不管做什么，结果都是一样。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基本上结局就是这样。昨天我在做直播，我一听到有网友跟我讲说南韩政变了，我就跟网友讲说很快就结束，果然很快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尹锡悦另外一种无声的抗议，对他太太、对他的政敌的一个抗议。好，请教一下将军会怎么看？其实这次我特别重视的是军方的反应哈。其实我觉得南韩的军队表现出来高度的国家军队的态度。军队来讲，本来就是对付敌人的，而不是对付自己国民的。于军队在军中，在国家的立场上面，应该是中立的一个立场，那不应该介入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所以我想说，韩国这次的军队他们表现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当然，他奉命行政，他必须要去去到那个抗议去国会啊或这些现场，他奉了命令，军人来讲以服从为天职嘛。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发现说是事实上他们也都了解这是政党之间的斗争。那我们军人来讲，本来就不应该参加这种斗争，尤其是这次去的，他派他的707这个特遣队，然后我们台湾类似这种部队就是我们宪兵的夜鹰部队，或者是我们陆军特勤队的这种梁山，他们叫梁山之鬼了，特勤部队。那这支部队它主要的性质是在担任反恐，或者是反劫持，或者是反
反特战，好像这个北朝鲜他们会有一些这种以前大家会用地道钻进来嘛，甚至有一年差一点还攻陷了青瓦台，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快反部队来应付这些状况。所以他成立这种707特遣部队，当然也是最精锐部队。那这种部队它所配备的武器，除了说传统的突击步枪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夜视装备，甚至于还有十字弓等等这些特种，擅长就是近战，近战这个夜战等等是他们专长部队。但是我们昨天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那个女主播抓了那个枪管，那个军人来讲的话，也只是这个做摆摆样子。那很庆幸的，我们昨天看到整个那么大一个场面下来，没有任何一点流血受伤的案件。那我们必须要向这个我个人来讲，以一个军人立场，我要向韩国这些军队表达对他们的这种肯定还有敬佩的意思。因为一个军队本来就应该忠于国家，而不应该是有党派之分。那由此之间，我们也要知道，所以尹锡悦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掌握到军人，但是现在的军人都是自己有自己的有观念、有想法的，而不是说是一昧听从以前的指导，那是老一代的观念。老一代观念就是子弟兵的观念嘛，这我的长官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论是非，只要是我长官，等于说爸爸叫儿子做什么，儿子就一听命令去做什么。但是是非对错来讲的话，他老一辈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了解不清楚。但现在的军人，我想说，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啊。那我们特别要想到，川普在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在黑人那个之死的时候，他去那个暴动，他去叫他们的国民军队去镇压那种抗议的老百姓，也是类似尹锡悦这种动作。后来也是因此来讲，引起美国人民的反感。那你说这种事情，我想说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种认知啦。那军队的文化来讲的话，我对于这种忠于国家这种行为，我深表肯定，也深表认同。是。其实呢，军人他们在战场上头，现在还在战场上头的军人在乌克兰。好，要来看到的是，现在呢，他讲了，拜登即将要在明年的1月20离任。卸任之前，他呢对乌克兰做了最仁至义尽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能给的钱快给一给吧。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在提供了236亿的军援，希望能够抵抗俄罗斯，但是欧盟这一边的朋友有真的这么挺吗？德国的外长怎么讲的？贝尔伯克呢？他是讲说，如果停火的话，那德国可能可以出动安全军队在乌克兰，这个呢叫做和平军队。那派出这个去乌克兰是要维持和平。那想要请问是什么样的名义呢？如果说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话，那是不是就要回到联合国这边要来进行同意呢？那乌克兰的意见又是什么？乌克兰现在呢，当然打了这么多年了，快3年了，他没有办法完全没有进展，而且如果真的是停火，就地停火的话，失去了领土这么多，没办法交代，一定要有一些的成果。这里面就包括了，他们强调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呢，现在他们觉得完全不合理，非常短视，所以他们不接受任何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的替代方案。换句话说，他一定要加入北约，而且川普即将要上任，北约的外长呢就开始说要开始来拒推乌克兰入盟。什么意思？不是说川普要上任赶紧让他进去，没有，是不让他进去。甚至呢，他们的外长开会，在乌克兰要不要加入这件事情上面，大家一点共识都没有。北约的新的这个秘书长吕特讲法是说呢，我们要给他更多的军援，要确保他在最有利的位置。好，可是问题是，到底有没有要加入？他们说呢，必须要等川普就任之后才会再做出决定。川普就任，川普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对于乌克兰来说，他们现在呢是前线的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所以有很多的逃兵。而另一个部分呢，欧美这边却还希望他们再继续征更多的兵，毕竟还希望继续的撑下去。所以呢，在前线的打仗的这一些军人们，就有很多的意见跟在位者不一样了。泽伦斯基呢，现在传出还要再任命一个新的陆军总司令。为什么要换人？肯定是前线跟他在办公室里面的思维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而另一件事情，如果说呢，乌克兰现在真的不打了，或者打输了，拜登所有的地缘政治，他当时的盘算是不是也真的全盘尽输？包括了乌克兰打俄罗斯，现在看起来俄罗斯没被打倒，日本、韩国、菲律宾要打中国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菲律宾现在的状况就是
总统、副总统2个人互控，要谋杀对方。好，杜特蒂呢，甚至还讲了，现在这个政府是已经支离破碎了，希望军队出面来纠正。那是不是又是另一个政变要发生？日本的部分呢，石破茂现在可能会成为最短命的首相，因为呢是他们在大选当中他们是大败的状况。而另一个部分，刚刚讲到了尹锡悦，现在真的很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即将面临下台的命运。大家就讲啦，如果说呢中俄没有办法被打败，会不会反而造成他们联手？毕竟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呢，俄国的基洛级潜舰有可能会参加东海的军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前一阵子呢是在菲律宾这边一路的穿过台湾旁边，然后之后北上。现在呢，他们就讲了，到这个地方进入了东海，那会不会最后在这边跟东海之间一起来做军演，甚至呢是联合演习？也传出说，有可能联合利剑会不会变成了他们俄罗斯也加入？好，这些有非常非常多的传闻跟说法。俄罗斯现在的潜舰现身在南海跟中国联手，菲律宾的讲法是还不能站下定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就他们来讲，他们比较偏好把它变成单一事件啦，因为也不想要一下得罪太多人，有太多的敌人。好，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在目前拜登再一次的给236亿的军援，但难挽颓势。一定是玩不回来了。哦，这个已经态势很明白了。打了1000多天了啊，也都没办法解决问题。剩下最后的1个多月，拜登给的那么一点点钱，怎么能够搞整个局势做一个180度的翻转？不可能的。他现在只是想方设法的拖延，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这个川普上任之前，乌克兰不要兵败如山倒，然后整个全线崩溃，然后最后投降。现在唯一的目前的战略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您看，给他们一点钱，其实就是发给军人心想，说你拿了，你继续当兵，你就有钱拿；你逃兵了，你就没钱拿。所以你就继续为了拿钱，你就还在位置上，不然的话，你如何养家活口呢？我想这个态势是摆得很明白，其他的都是姿态而已，没有意义了。现在对于欧盟来说的话，他们最大的一个困扰是在于，川普的态度。川普是不主张继续打下去的，所以川普他的态度是比较倾向于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是，可是我想，川普现在也越来越体认到啊，这个俄乌的战争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单纯、那么简单，可以在24小时内结束。因为这个不只是乌克兰的问题，它更是俄罗斯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现在打得正顺手，它的所占领的土地是越来越多，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那打得这么顺手，占的土地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而乌克兰的兵源一直在减少中，逃的逃，死的死，伤的伤，然后他的补充兵又补不上来，所以他的兵越来越小，而俄国的军队越来越多。朝鲜部队不但可以给你12000人，未来还可能可以更多的情形下，对俄国人来说的话，国防预算也编了。为什么他要增编？就是要继续打下去。如果他今天想说我跟你和战停战了，我为什么要增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军事预算又多编那么多，就代表他要继续打，而且他要继续占有的土地会更大。在这样的情况，请问一下，那这个战争是边界线要画在哪里？绝对不是现在的位置，而是俄国要更大的一块土地。俄国要用谈判来获得更大的土地，你泽连斯基让还是不让？你美国让还是不让？你美国如果让的话，美国的颜面扫地，而这个责任却是要你这个川普来承受，而不是拜登。这个时候，拜登他们可以来骂你说：“你看，你把土地让更多，那不让的话，俄国就继续打。你美国难道要直接介入战争吗？也没办法。现在欧盟的困扰也是在于，如果美国不支持这场战争，美国会退出来。不介入的情况下，欧盟到底要不要介入？可是欧盟的27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意见有莫衷一是，也就是我们看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他们是不主张介入的。然后我们看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他们觉得这不关我的事。然后我们看到东欧的贴的俄罗斯的国家，包括波罗的海，
他们焦虑紧张，因为他们害怕俄国到最后连他们都把它吃下来。然后我们看到中欧的国家的态度，像法国跟德国又不一样，所以这一些欧盟的内部里面意见不一、态度不一、不团结，也没有能力，最主要是没有能力。现在讲的都是天方夜谭，说什么如果说你今天乌克兰愿意割地求和，那换一个话术就好，暂时让俄国拥有，我们用谈判来获得，那是未来事。100年还是50年，我们不知道。但是说，哎，那我乌克兰要有担保，那你北约要给我担保，担保的方法就是让我加入北约。俄国人说对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停战协议、和平协议就不可能发生。是欧洲说，德国人说，哎，我要把我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俄国人说哪有这回事？你的军队进入乌克兰是以欧盟的身份进入，还是以个别国家身份进入，还是以北约的身份进入？这是意义不一样的。那所以德国的这个外交部长也真的是不太懂外交，都在胡乱搞。我们看到这整个情况都在胡乱搞的情形，受害者是谁？乌克兰。是苦的是谁？乌克兰的人民。当初谁把一个国家搞成这样，就是泽连斯基嘛。但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将军了，您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战争持续的在打当中，外国的援助持续的在给当中，但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前线一直在换将？就是他一直在甩锅嘛。这个从当初真的能够打的叫扎卢日内，那时候扎卢日内事实上他是打胜仗的。其实我个人来讲，从俄乌战争里面，我蛮佩服2个人的啦，就纯粹就军事来讲，乌克兰的扎卢日内，对不对？这个俄罗斯的苏洛维金这2位将军，当初他们不管是我们不要管政治立场，我们只管说军事上的运用来讲，我觉得这2个打得都不错。可是问题是说，往往来讲的话，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那军人来讲有军人的立场，譬如说我们军人来讲是考虑的是战场上面我怎么样排兵布阵，我怎么样该进，该退就退哈。但是政客他不是这么想，政客他想的是我后面怎么样跟其他国家取得外交上的利益，然后甚至于牺牲你军人的生命都无所谓。就像现在来讲的话，库斯克就很明显嘛。库斯克来讲的话，我们学军事的人，其实一般老百姓都看得出来，你这部队已经被包围了，你再不撤出来，到时候全部阵亡在那里面了。但是现在居然要他们坚守到1月20号，那很明显就是川普上任之前就不可以撤退，拿来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军人来讲的话，绝对是不可以接受。那我的子弟兵，你不能把我子弟兵性命牺牲在那边呢？那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这次来讲，如果说基洛级的潜舰在东海地区演习的可能性非常高，那是谁挑事的？就是美国，你一天到晚在这边挑事嘛。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讲的特别高？大家不要忘了前2天这个中共跟俄罗斯的军机在哪里？在这个日本海跟南韩国的上空，对不对？轰6N 在那边飞了一趟，那是战略级的核威慑战机。然后之前是轰6K， 这个由苏俄机场那边起飞，在他们的这种歼16的护航之下飞到了白令海，那是北边。那这次来讲的话，就是到我们南边来了。那美国他一直希望能够搞一个亚洲版的小北约联合日本、韩国，甚至于包括我们台湾在里面。虽然说我们不能以正式的名称加进去，但是他态势很明显，就是要围堵俄罗斯跟中国嘛。但是这次来讲，现在好了，你拜登下台，你现在看看，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不会有任何反制的动作吗？之前我们看到在北边那边这个轰炸机在那边跟你飞来飞去，你拿它一点疲劳都没有。现在来讲，如果基洛级虽然说是传统的柴电潜舰，但是它号称深海黑洞哦，就你抓不到它哦。有一年来讲的话，这基洛级俄罗斯真是战斗民族哎。他有一年，他这基洛级性能有多强？美国的核子潜舰去跟踪他，你知道？就他在潜舰在深海里面，他知道美国潜舰在后面，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他回过来去撞你那艘潜舰，所以他很狠，他船也撞，飞机也撞，潜舰他都跟你撞。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尤其是说，当然现在传言说会不会有联合利剑2024C 的演练那如果说是俄罗斯这套基辅级加进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个威慑性
确实是很大。但是它目的不是针对我们了，它应该是针对要这个阻止美国的力量进入。但是美国现在来讲，我觉得也很惨。你看韩国昨天发生那种事情，前2天是菲律宾总统跟副总统两个扬言要互相这个暗杀对方，对不对？那日本石破猫也这个样，所以美国我觉得在亚太地区的布局可能面临很大一个失败，这是美国自己必须要面对的。那川普上台之后，他怎么去收拾？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收拾了。你觉得日本跟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么容易就臣服你川普的意见吗？他们也有他自己本事哦，你不要光靠一个关税就能够折服他们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军事上还是要讲究这个刀锋上面，谁的拳头比较硬，还是重点在这边。是，请教彬哥会怎么看？我觉得拜登大概只剩最后这段时间，看起来不管他再怎么样去输出给乌克兰，这个局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很难挽回。那我觉得对拜登这4年的任期来说，基本上他就是留下了一大堆的烂摊子，中东也好，乌克兰也好，南海也好，然后日本、韩国现在也出现这样的状况，就等于到处都是拜登留下来烂摊子。那拜登就只有好好去处理。那可是我一直觉得乌克兰到现在还认为自己应该要能够加入北约来获得保障，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很奇怪。第一个，我们过去已经解说过好几次了，他加入北约在现阶段根本就是不可行，我觉得未来也不太可行。那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都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因为布达佩斯安全备忘录就是当初那个俄国跟美国、英国他们3国联合保证，后来中国跟法国也个别有单独做一些次级的保证。就是说，大家你们放弃核武，我们就不会攻击你们。结果嘞？结果俄罗斯还不是一样攻击你？所以你今天怎么会认为我在跟北约再签另外一纸合约，这个合约就一定会有效保护你？有一句名言呢，叫合约就是签来是用来撕毁，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在目前眼前的状况就是，你的局势不妙嘛。人家就算用了一个合约来欺骗你，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不要硬去幻想一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事，还是务实一点，去看看现在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子民，让乌克兰人民得到最妥善的一个生活，这才是乌克兰现阶段能够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算任命新的总司令好，就算那个拜登赶在这1个多月把剩下的这200多亿都给你好，那又怎样？你能够就因为这样改变状况吗？实际上，乌克兰现在不是单纯的军备不足而已。他连人也不够，而且人就算够了又如何呢？你这些人上了战场，他没受过训练，不是一样是炮灰送死？为什么会成建制的逃亡？就是因为整个部队已经失去信心了嘛。一个部队失去士气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兵败如山倒。那再加上乌克兰人民现在根本连个基本的生活必须的水电都没有，那请问一下，他们到底要怎么度过这个冬天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那至于说，这个现在最近有人一直在炒作说俄罗斯的那个基洛基潜舰进入南海啦，可能要对菲律宾怎么样如何啊？你真的放120个心啊？他就算有基洛基潜舰，也不是拿来对付菲律宾的，菲律宾还不够资格让人家用潜舰对付你啊。中俄演习，我跟你讲，也不是针对台湾呐，根本不是针对台湾在做演习。中俄演习针对的就是美国嘛？你觉得这世界上哪个国家需要中俄联手？不就是美国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去砍拖一大堆东西，现在就是中俄联手在对抗美国这样一个态势，而且未来这个态势会持续很久，可能好几10年。那这就是整个世界大事啊！我觉得不管菲律宾也好，或是我们台湾也好，不必脸上贴金啊，我们真的没那么重要。好，在今天下午呢，有传来一个让人非常感慨而且非常哀伤的消息，这是知名的作家琼瑶被发现在家中过世。讲到了琼瑶，她有太多知名的著作了，包括我这一代人都爱看的《还珠格格》，陪我们一起成长，一帘幽梦。但是呢，她在家中轻生。目前呢，在确认过身份之后，确认确实是琼瑶，享受86岁。在离开人世之前，他其实录了一段影片，想要跟喜欢他的人说说话。这是我最后的选择，时间已到，生命不会更好，不拖累所爱，也超越病魔，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乐。当此刻，
有如火花与雪花同时绽放，我将飞向可以起舞的星河。琼瑶。好，琼瑶阿姨呢，在最后其实留给大家了一篇诗《当雪花飘落》，写下她最想说的话。这当中呢，包括了她很喜欢“翩然”这2个字。她说：“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乐。”要大家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她难过。好，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希望所有年轻人不要轻易放弃生命。这个打击或者是挫折，都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磨练。他认为他是希望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他年老的时候来选择如何离开，让老人快乐的归去。而最后呢，他想说的这些话，让大家看到不胜唏嘘。昨天刘家昌导演才离开了大家，今天琼瑶骤逝，不止在台湾这边成为了头条新闻，在对岸的这个微博热搜或者是今日头条当中，通通都是第1名。那他就开始在讲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在意，原因是这是好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包括好久不见的赵薇。3年多没发文了，琼瑶阿姨算是将她一手捧起来的这个伯乐，她也在微博上面发文悼念恩师琼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讲到了《还珠格格》，它在全球的收视是无人能敌的。好，当时呢，这个包括了赵薇、林心如、苏有朋、范冰冰，都是在这个剧里面走红的。而且呢，琼瑶的这个《还珠格格》收视率好之外，还卖到了东南亚，卖到了日本去，被很多人称为是心目中的神剧。甚至呢，它里面的这首歌，这个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个也捧红了动力火车。这里面呢，真的是有太多时代的记忆。而现在呢，琼瑶热潮基本上60几年都不衰，捧红了巨星，也被说是缔造了影视经济奇迹。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更是无人能及了。原因是因为它有太多的书都在对岸变成了影剧题材，甚至呢，中国出版的科研所他们所发布的最喜爱10大作家排行榜，琼瑶就位居于第5位。过去呢，也曾经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很有名的延禧的制片人于正，他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剧情是抄琼瑶的，所以呢告他侵权，还因此胜诉。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呢，甚至还被编入了书籍里面，成为话题。因为他认为抄的就是梅花烙。最后呢，这一件事情对于整个在延禧攻略的 IP 策略上面，或者是后续如何在创造 IP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环。那就想要请教一下彬哥，怎么样来看？好，其实呢，在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最新包括了琼瑶他的儿子，现在也已经到了这个殡仪馆这边来处理相关的后事。那他也说，其实在7年前就已经开始跟他的儿子媳妇交代后事。是，其实我觉得琼瑶他就是有计划的在安排这件事情。那他在他最后留下的文字里头也讲了，他希望很翩然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也不愿意就是为病痛所苦，然后在那边等着遭受折磨。那这是他的选择。可是他里头也特别提醒，刚燕也提到了，也就是说，一般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这样想。那是等到如果有一天你像他一样活到80、90岁了，到这个时候你再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他也要去思考，就台湾到现在立法院都还没有去谈论到安乐死相关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高龄化的社会很多人都要面临到的一个局面。我们是不是也要借由这些案例去思考？之前傅达人老师，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老人家，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由他们自己的意愿离开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当然，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琼瑶是台湾的作家，在大陆怎么这么红呢？其实我跟大家讲，他在大陆比在台湾还要红。真的，因为他从上世纪80几年，我后来去查资料，我才知道，上世纪80几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国大陆那边拍戏了。这非常可怕，就是因为他的每一个小说在中国大陆都曾拍过戏剧，当然有一些是盗版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正版。而且你要知道，不只是中国大陆香港、对，韩国也有去取材过他的东西，越南都有拍过。
对吧？越南拍过越南版的《还珠格格》，所以这真的是红遍整个东亚。那其实琼瑶的剧为什么会这么影响大陆人？因为他的剧出现的时候，刚好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经济开始慢慢起飞，那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更大的时候，所以他的剧刚好在这时候打进来，然后马上就造成轰动。实际上，你这边列到了林心如、苏有朋这些是比较后期的哦。他早期2020也是他捧红的哦，对对，其实都是这样的。他捧红了好几代的明星，不是通常你一个作家能够捧红1代2代明星就不错，他至少捧红了好几个4代的明星，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录。那他在大陆几乎每一部戏都被拍，然后每部戏都获得非常好的收视率，而且在中国大陆各地不断的重播再重播，所以那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远。所以他今天他的死讯传出来的时候，你看一个86岁的作家居然登上微博热搜第1名，你看比尹锡悦好不容易搞出来一个政变都没有办法压过他。尹锡悦是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进去搞了个政变，还输给他，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深了。那当然，我们这边提到了，也就是当年他跟于正的这一场官司。那当年就是琼瑶老师指责，就是说于正他的公所连城里头的东西是抄他的梅花烙。那于正这边当然否认。那双方最后就开始打起官司。那你要知道，当年的那种条件哦，在那个21世纪初的那个年代，2015年、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要维权这种观念尤其是著作权这种东西，在中国大陆你要打赢对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结果他就获得胜诉，而且那个对方要赔偿500万人民币，这在当年是非常高额的一个赔偿。那所以这变成中国大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教科书题材。当年办这个案子的法官还特别把这个案例写下来，变成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法官或是律师，你要去参与这种维权相关的这种案件的时候，都以这一本书为圭臬，以这个案例来作为你自己的参考。所以我觉得他在另外一个领域也能够发展成这样一个里程碑，这样的一个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他也曾经就是在当时那个案件的时候，公开写信给这个广电总局，表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自己写信给广电总局去申诉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提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我想，那也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不然的话，我们一般随便一个台湾的作家写给广电总局，他大概也不太会理。是，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那当然，他这一生，我必须讲啦，就是我也算是从小看他的节目长大。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应该就是我有记忆的第一部电影，应该就是他的电影。那当年我是看不太懂，我只是因为你要知道，当年台湾还非常保守，那个男生女生连要接个吻都没有镜头，是突然之间打雷闪电啊！当年就是这个样子我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看起的。所以我也算是从小那时候我大概4、5岁吧，一直到现在我都50几岁。50年过去了，我们好几代的人都受到琼瑶阿姨的照顾，感谢你，琼瑶阿姨。好，其实呢，琼瑶阿姨她对于文艺片，以及呢，她在这个所谓两岸之间，整个近几世纪来近1个世纪来，60多年来，这么多人在看电视剧，在看这个相关的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只要看到琼瑶阿姨就会说品质保证。琼瑶阿姨呢，亲力亲为，甚至连选角都会亲自来选。我们进广告，等等回来听更多解析。好，我们刚讲到琼瑶阿姨从20、20年代，然后走到了后面，我这个世代都很熟悉的《还珠格格》，它是文艺片的一个高峰巅峰鼻祖，而且呢，祖师爷也不为过，因为他亲自选角，他选的还一定中，很厉害。其实琼瑶是我们是，因为我比韩冰又大了一点，我60几了那我们那一段时间，台湾确实最苦的时候，经济正在发展，所以很多都是加工出口区。那加工出口区就有很多的工人年轻的男生女生骑个脚踏车，然后去上班下班这样。我们知道最深的大家的感情的寄托就在琼瑶的小说、琼瑶的电影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因为他伴随着我们的人生岁月这样走，然后看着台湾的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富裕，然后琼瑶小说也一直在做变化，它随着时代而一直在改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伴随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情感上，尤其是我们社会底层的人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慰藉了。我看了他留下来的这本书就最后的这一篇的书，我个人觉得他有老庄的精神在里面。你还记不记得老庄的妻子死了以后惠子去看老庄，然后看老庄在鼓盆儿歌在那边骂他。老庄他就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但是我转念之间，我就想到了，就是说。”人生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刚开始根本都是无形的，慢慢的开始有气有形有身体，然后有春夏秋冬这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其实琼瑶她本身也在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在里面，就是说一定很多人听到这个声音，他的至亲好友，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很痛苦，可是琼瑶她希望的是你转念间然后知道他归去了，他更加的自由了那他跟宇宙整个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也应该要为他而开心。所以从痛苦或者难过、悲伤转变成为快乐，我就有老庄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可是我觉得他虽然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可是他告诉年轻人说要珍惜你的生命，尤其珍惜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绽放出来。那在我们的人生的年轻的过程中，像我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辛苦，那么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会更加的丰富我们，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惜我们的生命。琼瑶老师其实也算是两岸之间年轻人之间其实可以对话的语言。我还记得，就是我跟我的同学，大陆同学，其实我们都有看过同样的剧，然后变成了一个共同语言，是不是？对，而且这个很容易交流，因为大家在讲同样的一个故事，大家讲同样的故事，我们就想在一块了，想在一块就可以把我们彼此之间的心得做分享，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两岸之间完全没有差距。我们的想法都一样，感情也一样。我们对于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或者是那个情节，我们的感受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贯通的两岸之间，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其实呢，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大陆对岸的两大官媒，包括央视、包括了环球网，都纷纷的也在他们的头版上头及时的播送了琼瑶的死讯，然后其中呢，还环球网称她是才女，86岁的才女。其实呢，琼瑶带给了大家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她个人呢，也特别的要求她的家属不用任何宗教方式来悼念，希望尽速的火化之后，要采取花葬的方式。回归自然，这是琼瑶她最后留下来的愿望。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节目最后，请将军总结。其实琼瑶她不只是5、6年级，她甚至于像我是4年级了。其实3年级的我的长辈，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对她都非常